嘿，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大卫。那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特别啊，今天是我在 Fugo 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在 Fugo 已经做了3年了，那么今天最后一天还是非常有感触的。然后我想通过我的 camera，我的摄像机啊，记录一下我最后一天在这里的行程，然后也算是给自己一个纪念。那与此同时呢，对于看影片的你啊，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这个公司。对于想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朋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公司的一些文化，包括我也比较喜欢这个 Fugo 这个工作，所以也算是给他打个广告吧。我离职的公司啊叫做 Fugo， 那也许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陌生啊，但是呢，如果你关心 MH370 的话，那你应该看到过 Fugo 的海底探测船啊，而我们的公司呢，就是负责海底数据的收集任务的。MH370 事件啊是一场灾难，搜索的任务也是难上加难。那至今呢，我们还没有能找到飞机的残骸，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类啊实在是太渺小了，而对海底世界的信息啊也是如此之少。如今呢，政治家们还在互相争吵啊，武统这武统那，舆论管控啊，各种删帖啊、删视频啊，不如把这些时间、精力、纳税人的金钱啊，去为我们的人类做点实事，推进社会的发展。OK 啊，我们跑题了。MH370 呢，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对海底的地形地貌进行建模。那 Fugo 的船员呢，也是长时期的在船上，条件呢也是非常的艰苦，吃不好睡不好。那但是呢，最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所有的探测任务，这也让我们对部分的海区啊有了一点点的了解。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earch, the bathymetry survey, a ship hull-mounted multi-beam echo sounder was used to produce the 3D terrain and texture maps that the team needed to plan and execute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project, to locate and identify the wreckage. For this, the team used fully equipped, customised deep-tow sonar vehicles, towed on cables behind the vessels. These vehicles reach depths of up to 6 kilometres. She's a long vehicle, she's about 3.5 meters long, and she's rated to 6,000 meters, so we can go all the way down to as far as we need to go. 那也就是 MH370 事件啊，澳洲政府和企业正式开始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啊，去研究海底的探测的技术。那如今呢 ，Fugo 已经在全球建造了几台无人潜航器，那甚至是无线的无人潜航器。那也许在不久呢，将会打造一个无人的潜航器的一个舰队，那对海底啊进行大规模的建模，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船员的安全。他们很多人啊都可以坐在空调房间，24小时轮班的操纵无人的潜航器。那所有的数据呢都会通过卫星传到云端，立即进行处理。那如果在海域上嘛无法探测的部分呢，团员也可以立刻返回到现场再探测一遍。你可别小看了这一点，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了探测的成本，那也是改变整个行业游戏规则的重要一步啊。那 Fugo 呢是全球的企业，那我们在布里斯班、还有阿德雷德、珀尔斯都设有办公室啊。今天也是我的最后一天，那即使是最后一天呢，工作也不能马虎的。我们先泡一杯咖啡啊，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工作了。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办公室啊。那由于是疫情期间呢，办公室的人非常少啊，那大家都是在家工作。那我们的办公室一半以上都是 hot desk， 那也就是随便坐，因为多数人都是在家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说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还有生活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队伍当中啊经常使用的一个 No button， 一个按钮。那对于像我这样害羞的人呢，是很有作用的。当大家开会的时候，如果插不上嘴呢，又强烈反对，那这个按钮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调节现场的气氛。No means no， 我是强烈的推荐。那每个位置的配置啊都是一样的，2个屏幕，1根网线，所以每个人的个人物品啊都放在了这个橱柜里。那这个呢是公司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水果，还有洗手消毒液。
那这个呢就是公司的桌上足球啊，英文叫做 football， 那也是我们以前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啊。我们的公司也是允许带孩子上班的，这一点啊，很多国内的朋友一定都觉得不可思议吧。好，我们再说说公司的文化。之前呢，刚进公司的时候啊，我不太理解啊，那个很多员工啊把小孩子也带来上班啊。后来我知道它启动的原理啊，就是说希望大家有一种归属感啊。与此同时呢，就想让孩子们也知道啊，你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公司里面到底是做什么的，让他们对于爸妈的工作啊，产生骄傲感。也希望他们对爸爸妈妈做的工作的一些了解，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人们是如何工作的。在我小的时候吧，我爸爸是医生啊，所以由于没有人带，每次放学的我都会去我爸爸的医院。那有的时候就会有领导来视察嘛，然后我爸爸就说：“哎，躲到那个药房仓库里面，不让领导发现。”现在我觉得想想，我觉得挺没意思的，因为我觉得首先，小孩子他们来办公室啊，我们都会把他放到一个房间里边，大概7、8个小孩都可以放在一个房间里面，让他们会自己玩，他们会写字啊、画画，然后或者是自己玩 iPad，很少打扰到大人。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也知道，与此同时呢，他们又可以了解他们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公司里面到底是做的什么，让他们对科技IT 感兴趣，耳濡目染吧，让他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对他们的成长也是好处，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觉得为他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在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另外呢，这个公司对员工的这个培养是非常强，这是一个全球性公司的，它的总部在荷兰，欧洲的荷兰，不是河南。然后这家公司是全球企业，他们主要做的是 infrastructure survey， 就是基础设施的维护保养，包括这叫什么 survey 怎么说？把手上的事情做完以后呢，中午呢，团队给我准备了 farewell party。那经理为了照顾我呢，选了一个中文餐馆，也为了照顾好他们呢，我也根据他们的口味给他们点了几个我认为他们会喜欢的菜。那一开始呢，我还会比较担心这个菜会比较辣，但是 I'm surprising these guys actually eat more chili food. I like it. I like the spicy stuff. It's well balanced. Very expensive. It's a good taste. OK， party 结束了，我也非常的惊喜的得到了公司和同事送给我的礼物。Yeah, I want to thank to everybody. Like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desktop team and also computer team. So I really appreciate working with you guys. Yeah, Digital Foundation, the desktop team, computer team. Slowly, it was dragging you along everywhere. I enjoy it because I can get more skills, and I know different projects. Good for me. And from the career perspective, it's really good. Best of luck. 我在我的 team 已经做了有3年多了，在不同的 team 上做过，因为它是 global 的公司嘛，就全球的公司，所以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项目。然后对于从业者来讲，如果你对某一件事做腻了什么的，你都可以到处换，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技能。在这3年中真的学的非常多啊。我们这个 culture 真的是 multi culture 啊，来自各个国家的人都有，非常的 diversity 啊。你可以看到我这是吃饭的这个坐在我旁边的是 PO， 他来自 Romania， 然后有我们的 team lead 是 from Colombia， 马来西亚，有来自伊朗的，还有南非的 South Africa， 还有来自欧洲荷兰总公司那个荷兰的斯里兰卡人啊，是一个非常 multi-culture 的一个 team。我在这工作3年都非常的愉快。虽然我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许我们分开了，但是世界很小，以后说不定还会有交集。各位同事，再见了，希望你们一切都好，那也希望 Fugo 越来越好。节目的最后呢，用 Fugo 的价值观作为结尾 ，Together we create a safe and livable world。好，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我是奥德大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